帮我，我马上就好。再给我1分钟。怎么恶不惯法？你这么不争气。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你哭成这样，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叶希光，你告诉我，怎么办才好？I was walking on the cloudy road, no direction, no place to go. Then you appeared and lit my way. 刚刚在宴会厅，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过来。我对自己说，马上要30岁了，别像个小男生一样沉不住气。可我就是沉不住气了，我自己死心塌地，却希望他快点变心。叶希光，不要装傻。我没有装傻，我也才明白，还来不及装。我去车里拿的，去换上。买了这么多漂亮裙子，不穿给大家看看，多可惜。你去太久了，还好其他人都跑了，不然菜都被抢光了。我们也打算先走了。这么早啊？刚刚去外面帮他拿衣服，又在下雪了，晚了怕路上不好走。那好吧，那我们先走了，注意安全啊！拜拜，拜拜，拜拜。走了。希光。你们也这么早走啊？不是吧？你居然又换了一身衣服啊？哎，这身也很好看。我们大小姐出门带的行头比我这新娘还多。她刚刚不是弄脏了衣服才换的。
下午据说雪更大，到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就先走一步了。那你们怎么回去啊？希光，你男朋友喝了酒不能开车吧？走出去打车，车会有人来开走。行，安全第一。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那我就不送了，你忙你的吧，回头我们去。走了。交给你了。原来我的表白还有全身麻醉的效果。对不起。聂希光，你拒绝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林玉森，我还没看上你，你没达到我的要求。”而不是这样，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不是的，不是没达到要求，我只是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刚刚你也看到了，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我现在没法做到。其实，刚刚在酒店，我骗了你。我说不趁虚而入，对不起我的智商。事实上，那个时候对你表白，才对不起我的智商。对不起，我昨天通宵论证的年度计划。但是，原来这些事情都是身不由己，没法计算的。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真是新鲜。我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么快，怎么办？我现在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过也算在意料之中，而且有一种虽然是肿瘤，但幸好是良性的感觉。好吧，看来还是只能循序渐进。那么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回苏州再说。肿瘤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哦。我不回苏州了，我想回趟无锡。那个反正还有1天半的假期嘛，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而且我还想和妈妈。回家要这么多理由吗？好了，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不用了，我打车就好了。聂希光，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
都是。明明没有接受，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那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个我也不太有经验。不过我这样，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步骤？所以你不仅不接受我，还不许我追你。那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叶希光，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为什么对我没信心？你不是说我干什么都很厉害吗？你这样一个女孩子，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都不忍心说出来，心软成这样，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我只是在追求你，又不是谈商业合作，还要谈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跳。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今天真是太累了，打车回去吧。我载你一程，反正也顺路。不用了，我回公司加班，地铁直接过去就行。回头见。周旭，你站住！有些话，本来我昨天就想说的，但是想着，也许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好像不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忍不住了。你换到华亚的投行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普通的工作调动，没什么好说的。那你今天一见到他，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说出来了？你可以说是卓辉说的，你甚至告诉了卓辉。还有，你后来突然离席，是去干什么去了？你就这么冲过去找他，你难道你不觉得丢脸吗？我丢我的脸，跟你无关。无关？为什么无关？难道我们不是一起长大，不是青梅竹马？难道你没有喜欢过我？我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确认过的感情，也要负到的责任。你是在怨我？是，我是谨慎了一些，可这有什么错吗？如果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叶柔，我当然可以肆无忌惮，我可以不顾一切，因为我可以为了我们俩的未来兜底。但现在我还是吗？我不是了。
太早就懂得了世态炎凉，人心易变。我只是不想要轻率的在一起，有错吗？我只是太重视我们这段青梅竹马的感情。如果在一起了才发现不合适，那该怎么办？会不会被现实打败的连朋友都做不了？你考虑得很周到，比我更成熟。你在嘲讽我？你是要把你今天从聂希光那里受到的所有挫败都发泄到我身上你一直扯吗？他进来做什么？我们之间的事情，从来和聂希光没关系。是我扯他进来吗？如果不是他遇见了你要追你，我们就不会变得一团乱。那么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你要问庄旭？对，他呀，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你问错人了。希光这么大张旗鼓的追庄旭，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不怕庄旭被抢走？你难道不觉得他是最好的试金石吗？家里有钱，长得也不错。如果庄旭能够拒绝这家青云梯，我大概可以相信他以后也不会变心了。话是这么说，你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吃定庄旭了是吧？他又跟你说什么了？你信他不信我？每次都是这一句。有时候我在想，也许你和他之间的事，也从来跟我没关系。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利用我获得优越感。你把他当假想敌，从来不是因为我。你在胡说些什么？叶柔，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吗？没必要了，都结束了。这个社会终于也教会我成熟，我们不妨各奔前程。各奔前程。原来是这样。也对，投行部的女员工，说不定比聂希光更有家世背景。不过，你不必这么自以为是，也不用这么侮辱我。偌大的上海，难道你以为没有比你更优秀的人来追我吗？那就好。我以前一直选择信任你。谢师姐。聂希光，是聂希光。师姐说得很清楚，周一下午一上班就让人通知面试，我也在名单里。那天下午只有聂希光在宿舍，是他接了电话却没有告诉我。这里面也许有误会，我觉得他不会。他为什么不会？
事实就在眼前。庄旭，你告诉我为什么不会？他难道没有动机吗？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也许通知的人漏掉了你的电话。庄旭，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为你不会变的。我告诉你，聂希光他就是这样的人，盛气凌人又自我中心，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丝毫就不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这次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变本加厉。如果你不信我，你可以去问你的师姐，这种电话总是有记录的吧？如果没打，那我恶的怀疑道歉；如果打了，你要为我作证。我要跟聂希光当众对质。哥，江瑞的姐姐是不是喜欢你啊？你听谁说的？蓉蓉姐说的。她没有说别人的坏话，她就是有点难过而已。江瑞的姐姐好像很盛气凌人，明知道你们的关系，却还在宿舍里说一定要追到你。知道了。哥，你喜欢他吗？觉得他这样很不好。你把心思放在学业上，这些不该你过问。江瑞娜还有几节课，上完就不上了。哥，我们能不能先从姑姑那借点钱，把江瑞姐姐的钱给还了？为什么那么说？蓉蓉姐说，你们学校都知道江瑞姐姐借你钱的事儿了，不知道谁传出去的，但是她在宿舍里说，她帮了你，你肯定要跟她在一起的。我已经为我的信任买单。雨天湿了头发，晴天晒干被单，城市感觉孤单，没有人在交谈。你离开的日子，我也还没习惯。每个安静夜晚，亮着灯，也昏黄。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抛向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冬天不想取暖，夏天任它流汗，城市感觉匆忙，
我决定在过往。怎么样，是不是差不多了？快用你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现在表白是不是把握很大？你早该冲上去了，还刷什么好感度？不就也用得上了？哎，算了算了，我觉得现在还是太快了。待我细细思索，做一个完美的计划。做什么计划？我通宵做了一个，你要看吗？这个颜色特别衬你肤色呢，是吧？周阿姨，哎呀，好长时间没看到西光了，真是女大18变，越来越漂亮了。你这个点儿起来，怎么还2个大黑眼圈啊？我没睡好。厨房里给你留了豆浆、油条和饼，让严阿姨给你热热。吃完了过来跟周阿姨聊聊天。好，拿过来这边吃吧。好呀。西光，听你妈妈说你跑去苏州工作啦？她自己投简历过去的，结果正好是远程投资的一个厂，你说巧不巧？所以我让她去厂里历练一下。好是好嘛，但是不在无锡，谈对象麻烦的，别到时候给你找了个苏州的女婿，就太远了。他还小呢，我倒是没想过这个。难道没人找你想介绍？有是有，我觉得不合适都推掉了。西光，恋爱是可以谈，但是要多看看，不着急，起码要谈个2年以上，看看人品，知道吗？最好，是谈个本地的，苏州离得太远了。对，就听你妈妈的。之前孙阿姨的女儿就嫁到浙江去，好了，这下1、2个月才能见个面。知道了。这就不好意思了，头都埋到碗里去喽。哎，对了，你舅舅说今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去国外玩玩，你高兴去吗？去哪里啊？说是瑞士，一家人租个度假屋滑滑雪，我还犹豫呢，毕竟你一直害怕搭飞机。我可以啊，妈妈你想去就去。但是滑雪的话，干嘛非得去国外？国内也可以啊，新疆、长白山什么的，干嘛飞那么远？我假期都没有几天。也是啊，去国外坐飞机要20几个小时，长白山我还没去过呢，不如去看看。要不我跟你舅妈说一下，那你吃完早饭去爷爷奶奶家看看他们，过年可能就没办法多陪他们了。去爷爷奶奶家吃个午饭，下午早点回来啊。之后还要赶去苏州。好，要带金桥烧饼吗？你要吃就自己带，别拿我当借口。那我走啦，周阿姨再见。哎，路上小心啊！哎，慢点开啊。知道了。西光还会开车啦？高考完我逼着他学的。哎，你跟你前公公婆婆还有来往呢？啊，我是不去的，西光要去的，一码归一码。他爷爷奶奶人不错，我刚结婚那会儿跟聂成远忙生意，我爸妈身体又不好，西光都是他们带大的，有感情的。再说如今我爸妈都不在了，不能让孩子连爷爷奶奶的亲情都没了。怎么也不跟奶奶说一声，奶奶好准备菜呀。
我来的路上给爷爷打电话了呀，他说你们在家的。哎呦，这死老头子到现在都没跟我说，还没回来呢。啊，那可能忘记了吧。奶奶，你要去地里吗？我跟你一起去啊。哎，好呀，我们一块儿去。我跟你说，奶奶又开了一片地，是种西兰花的。你们成远不是爱吃吗？回头长大了摘点给你们。好呀。好啊。哦，哎，把车停进来。嗯，好。小光啊，走了，走。嘿，他是谁啊？全方平他爸，当人小三，天打雷劈。这老东西从小就不是个好人，流氓兮兮的，田里的活一点都不会干。年纪大了，成大仙了，还整天装神弄鬼的。这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呐，净骗外头那些人。你爸这没出息的，到头来被他们家那个搅家精弄得家都破了，那真是钱是欠了他的。小光，你放心啊，那女的要想进门呢，你奶奶我啊就躺在你爸办公室门口，不让她走。奶奶，我爸妈离婚的时候你去躺过来。我刚要躺下，被你拉起来了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走嘛。我才不怕他呢。哎呀，小光，看大楼吧，漂亮吧？哎呀，以前你妈给我钱我都不要，现在我和你爷爷使劲问你爸要钱，都帮你存着，以后都是你的，不然都落外人手里去了。奶奶，你和爷爷多花一点嘛，我都有的。我们在乡下有吃有住的，看病有医保，要花什么钱呢？你这别动，别动孩子，别动，别碰。我想帮他掸雪的，他还有这么多叶子，没事吧？没事没事，现在叶子脆，雪又重，一碰就断了。等雪呀慢慢自己化了就好了。我怕他冻死嘛，还这么小。等到过年了就长大了啊！啊，没事。奶奶，我妈说过年要去滑雪，那我过年就不能过来了。我年前年后都来看看你。去吧，多见见世面。奶奶这儿不用常来，乡下没什么好玩的，我们身体好着呢。你长大了，得花点时间好好谈个恋爱才是正经。你们怎么今天都说这个啊？啊？你妈也这么说了？可以谈了，我孙女长这么漂亮，肯定很多人追，要睁大眼睛好好挑一挑。挑什么啊？挑男朋友呀。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哎呀，我不要挑了。哎，奶奶，我饿了，我们赶紧弄一点菜，然后回去吃饭吧。林雨森他怎么能用那么坚决的口吻说出那种话？小光，快走呀！哦，来了。妈，雨森在忙什么呢？
在不认真的帮师兄看论文，给一些意见。不认真？注意力难以集中。我儿子我最了解了，从来都是专注力一流。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不好的事情。等有了把握再告诉你。难道说我儿子要有动静啦？妈，好，我不问了。打电话是想跟你说，我跟你洛说啊，2月初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所以今年你就不用千里迢迢来瑞士过年了。那太好了。自从爷爷奶奶过世后，你就再没有回来过。不过我不打算回上海，上海那边你也就别提起了。我知道了。奶奶今天啊给你烧柴火饭吃，是带锅巴的。那我来烧火啊，冬天烧火最舒服了。哎呦，你还会呀？当然啦，那教的我肯定忘不掉呀。好好好。哎呀，你才回来啊？小光来了，你也不说一声。哎呀，我去买熟食去了，还有小光最爱吃的烧饼，你看。别碍手碍脚了，捉只鸡来。好好好好。好吃吧？好吃。家里烧的红烧鸡最好吃啊，外面根本吃不到。外面鸡啊是喂饲料的，哪像我们家的鸡是自己养的。还有啊，柴火烧出来的饭菜啊，味道就是不一样。哎呀，当初啊，我要这个灶头，你爸死活不同意呀，说是不够现代化、不协调，让人看笑话。那个时候他飘得找不到北，倒是你妈妈说还是弄一个吧，才没吵起来。你吵起来，爸爸也吵不过你。你都说了多少回了，他回来一趟，吃顿饭你就说一遍，说的他都不来了吧？谁稀罕啊？他爱来不来啊？我看见他还来气呢，他不来才好。奶奶不生气哈。哦，对了，我妈妈给你们拿了好多东西，都在后备箱里呢，等下记得要搬出来。哎呀，你妈妈什么都好，就是太体面了。体面不好吗？这体面人吧，哎，太讲分寸，太讲道理了。跟男人不能讲道理的，否则就瞪鼻子上脸了，就要打。哎，要管到他服气。你看你爷爷，被我管得服服帖帖的吧？以后你有了男朋友，我再教你啊。奶奶说的对，听奶奶的。奶奶，你辛苦，多吃点。哎，我呢？爷爷，你听话，你也多吃点。自己种的，带给你妈，吃不完就送人。好。奶奶跟你说的话，你记得吧？什么话呀？睁大眼睛挑男朋友呀，好好挑一挑，拿不准嘛，带回来让奶奶帮你看。知道了，那我回去了。早了，爷爷。好，路上慢点啊。好，我改天再来看你们啊，慢点啊。好。
明天上班又要看见他。西瓜，西瓜，西瓜。西瓜，你怎么看着这么委屈呀？昨天熬夜了？啊，没有啊。可能是太冷了吧。是啊，昨天半夜又下了雪，还好我们办公室有暖气。同志们，来，拿上你们的武器。来，这波。昨晚又下了一场雪，不把道路清出来，没办法工作，还有安全隐患。按照往年惯例，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大家辛苦了。好，拿好工具，准备出发。好。我们部门分到的是精细活，清扫楼顶上光伏板上的积雪。张总，林总，你们已经上来了。我来的早，把林总拉上来了。你们也开始吧，但是张总您，小王，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我年纪大了？清扫光伏板这事我每年都干，你们林总还不如我熟练呢。这倒是，刚刚张总传授了我不少技巧呢。那张总您小心路滑啊！好，大家开始干活吧，自己分配一下区域啊。好。西瓜，还是从这儿开始吧。哎，这个雪好像比底下的薄哎，是不是因为光伏板比较热，积不起雪啊？因为技术部的同事们元旦加班清扫过，光伏板上的雪要及时清理，不然结冰了，也许会对光伏板产生损伤。哦，懂了。大家轻一点，别擦到板面，造成磨损。好。光伏板没擦伤吧？擦伤不会要赔钱吧？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没有，谢谢老板关心。我也没事。分工吧，你们扫近的，够不到的留着我来。好。西瓜，你也太麻利了，这么快有鬼在追吗？哎呀，年轻人啊，多穿点，不要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给我吧，辛苦了。我看其他部门的人还没回来，看来我们部门最有效率。哎，大家喝口热水暖一暖，一会儿林总开个会啊。年会的方案我看了，改一下流程，少一些严肃的讲话，多一些轻松愉快的环节。好的，回头我们再讨论修改一下。今年的大环境不好，很多同行都倒闭了，我们的奖品预算是不是要削减？和去年保持一致吧。另外，除了实物奖品外，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奖品，比如带薪假期1周之类的。这个可以用。
这个好啊，那大家肯定喜欢啊。食物奖品要采购起来了，冰姐想店负责吧，比照去年就行。年会的场地也要尽快定下来，除了几家常合作的酒店，其他的地方也去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价格？哎，多拍点照片回来。好。另外还有件事，食堂的承包商可以换掉了。我就说完那家不好吃，现在吃拉肚子呢。定然换。好了，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散会吧。林总，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你看，这个方案我们还要调整吗？预算刚刚好，不用调整。一会儿我送到你办公室签字。好。我们只是跑跑腿，回头都是要报上面的。不过说实话，你们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优势。我们的场地比较新，配合度也高啊。新就是名气不够。我们年会也是要讲讲排场的。上当了，上当了！原本我还以为是个光明正大溜达的好差事，结果没想到腿都快跑断了，嘴都说干了。但是你说的特别好，那是，砍价可是我的天赋本能。好累啊，我去买点饮料恢复一下。谢谢。啊。哦，谢谢。这个还蛮好喝的。西瓜。怎么啦？你元旦回来之后就有点奇怪，难不成你跟林总去上海一起参加婚礼，跟他闹矛盾了？没有。那你这几天干嘛把做好的文件给我，让我一起去给林总签字？还有，前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林总恰巧进来，你这样低头看脚丫子干嘛？这么一想，扫雪那次也很可疑。你动作这么麻溜，不会是为了躲林总吧？嗯？你干嘛？你这个眼神很不善良。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松鼠桂鱼和鸡头米。你别试图转移话题，我看你这个反应不像是得罪林总了，不会是？小聂啊，晚上请我吃饭吧，我要跟你爆料，师弟那个混蛋居然挂我电话，我要告状。这个混蛋，我帮了他这么多忙，现在找他帮个忙，他居然挂我电话。他不仁，休百无益。小聂，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目，还有他硬赖在医院跟我们讨论手术方案，你懂的吧？当然，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还有什么一起吃饭，这些都是他干的，你肯定都知道。管你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不用多说。不过方师兄，你真的是来爆料的吗？哎呦，小聂跟我师弟混久了，有长见，不错。我呢，纯粹是无聊。他现在这副样子，是在丢我师门的脸，你懂的。他都跟你说了？
他这个人闷骚的很。当初要不是要我帮忙，没办法，追妹子的事情都不会跟我说的。哦，现在的这个情况，用得着说吗？打电话给他，才提到你的名字，一个字“忙”就挂了。这明显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呀！还真有江东父老啊！小念，我师弟你都看不上，这眼光得多高啊！那福利也是要缴纳保险金才能享受的，不可以不劳而获吗？什么福利，什么保险金？小念，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这深奥的感觉，跟我师弟越来越像了。哎，师兄，那吃鱼。想用鱼堵住我的嘴，我还真是饿了。啊，吃了2碗，终于吃饱了。那今天我值夜班，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了。我发信息给师弟了，一会儿他来了会带我送你回去的。方师兄，你这也太明显了吧？哦，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外科医生呢，平时做手术都比较精细啊，生活里边呢就特别的简单粗暴，习惯一下。看见没？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都能摔倒一整个食堂。如今虽然老了点，但也不减当年风骚，有没有？哎，小念，你想啊，要是把他拿下，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这多么带感啊！激不激动？爽不爽快？师兄，你别吓他了。我还没吃饭，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今天小聂请客，他没意见，真没意见。哎，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你们2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下单啊。要不你再点些菜吧，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不用，没关系。哦。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哪有？你也再吃一点。买单。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说好了要请方师兄的。我来吧。我来。我来吧。之前跟你闹着玩，现在都摆明车马，难道还能让你买单？这边车不能开过来，要走一段路。嗯。他今天来找你，我事先并不知道。
他说的那些话，你不用太在意。他说，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啊，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真是这样？是啊，那时候还没摆明车嘛，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都那么直接过了，现在不好意思，好像也来不及了。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会是什么样？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会不会一拍即合？那大概也很好。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糟糕，怎么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这话好像有点过分。他不会生气吧？哎呦，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那个，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他有篇论文，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让我看看，给点意见。他明知道你，还叫你做这些，早知道不请他吃饭。没关系，我已经不介意了。直面手残的人生啊，矫情1年多也就够了，难道矫情一辈子？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吓到了。哦，没有。哪里没有？这才几天，黑眼圈都出来了。希光，对不起，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如果给你造成困扰，我很抱歉。这句话好耳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好了，我不这样说了。不过，我说什么了？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真不爱哭。不要道歉。不要因为这个道歉。好，我不道歉。我只是看你躲得很辛苦。我以后不这样说了，我保证。你也别躲我了，好不好？这样你累，我配合让你躲，也很辛苦啊。你配合我？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闪避拉满吗？不然呢？天天想办法跑场区和外务，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所以你也别躲我了，好吗？不会了。真的？
那今晚陪我加班。啊？你认真的？当然。我们半夜来2期厂区工地干什么？有个问题，想征求下股东意见。你别乱扣帽子啊！我才不是，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现在这么警惕了？全靠林总教诲。到底什么事？快说！过来看，这是2期厂区的总平面图。我们现在在这里，这里以后是2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方便厂区员工用餐。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跟我来，就是这里。我们脚站的地方，一直到头。你有什么建议？你这么突然问我，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厂区很生硬。生硬？是啊，行政区、宿舍区有草坪，有很多绿植，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用光伏发电，下面草坪、绿植，摆些桌椅，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晴天可以遮阳。阴天敞开，免得遮光；下雨天全封闭挡雨，还可以建个小房子，卖下饮料、甜品，大家肯定很喜欢。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厂区却没有，也可以安排一下呀，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非常好，我也觉得。那就这样，本股东拍板决定了，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嗯。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还是明天再说？这么晚了，当然明。等一下，现在是什么意思啊？听股东的话，立刻落实的意思。小聂，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你就完全不管啦？怎么会？我负责签字。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我送你回去。他好像在给我打工，又好像是我老板。他好像在追我，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